大家好，我是 Manso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分享的是极简主义。首先分享一下我朋友的一个故事。我的朋友，我们就叫他小黄。他30岁就坐上了公司总经理的位置，但是他却过得一点也不快乐。因为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，他几乎快得了压抑症。有一天，他也意识到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。这种生活和工作并不是他想要的，于是他跟公司请了个长假，公司也批准了。他去自己的老家休养了1个多月。在老家的时候，每天早睡早起，限制自己使用社交软件的时间，吃朴素的食物，蔬菜来自农间，只偶尔去超市买点生活用品。每天要么练瑜伽，要么花半小时冥想，一切生活重建。这样简单的生活不仅治愈了小黄的压抑，也让朋友想明白了生活的意义。生活有时很简单，我们需要的一直也不多，2-3知心好友，一顿简单但健康的食物，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空间做自己，那便是好生活。回到工作后的小黄依旧努力工作，但开始改变自己的生活模式，清理家里堆积很久没有用的东西，例如扔掉衣柜许久没穿的衣服，丢掉收纳箱积满灰尘的物品。偶尔会逛菜市场，给自己买新鲜蔬果吃，每周给自己订一束花，把房间收拾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让自己拥有喜欢的生活环境。精简人际关系，换一种更简单、更高效的方式去处理人际，尽可能不让自己被坏情绪裹挟。看似小黄是在不断的扔东西，但在不断的舍弃的过程中，他拥有了更从容的心态，更简单但也更快乐的生活。正如《极简生活》这本书中所写的，人生真正宝贵必要的东西其实寥寥无几，把每一分每一秒都用在真正想做的事和真正重要的事上，这样才是快乐的人生。有时看起来只是简单改变了一下生活，但这小小的1-2个改变真的会改变我们的人生。生活有时需要改变，也需要精简。今天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极简生活中关于如何精简生活的好方法。第一，生活篇，我们要大胆舍弃。我们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，忙碌了一天，推开家门一看，发现家里很多东西堆得乱七八糟，地上乱糟糟的，会让整个人的心情很糟糕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你会暗示自己，算了，就这样吧。与此同时，也会把自己的包包随手扔在地上。长此以往，这种破罐子摔破的心理会让我们养成做事拖拉的坏习惯。我们的房间会越来越乱，我们的拖延症会越来越严重，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不满意。很多人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生活久了，会误以为是我们的生活很糟糕，误以为自己很糟糕。针对以上的问题，在《极简生活》这本书里，有川真由美也跟我们分享了她极简生活的主要原则，那就是尽量不往家里堆东西，不随便买，该扔的要果断扔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如果在家里放了很多东西，要找东西的时候需要花时间，想到自己没时间打扫也很烦躁，把过多的精力集中在这些事情上，就没有办法做好眼前的工作，办好该办的事。东西越多，内心的从容越少，久之你会分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，没了这些东西，反倒更有活力，更从容。有川真由美说，拥有物品就等于将能量耗费在物品上，
只是我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。人生精彩与否，不在于拥有多少物品，而在于拥有多少让自己愉悦的时间。可能有人会说，道理都懂，可就算已经不再需要的东西，随便丢弃依旧不舍。在极简生活里，有川真由美也给出了她的答案。空间也好，房间也好，都是你花钱买的，或是每月用房租换的。家里东西越少，需要的面积就越小，不用出太高的房租，也能找到合适的房子。屋里有足够的空间，就能放上一个小花瓶，插上一枝花养养颜，或是邀请3、5好友来家里开个派对。总之，我们可以发挥创意，巧妙利用节省出来的空间，让自己活得更惬意。减少身边的东西是过上极简生活的第一步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要养成健康的购物观念。1. 必需品再贵也要买。2. 不需要的东西再便宜也不买。3. 高质量的必需品，付款那一刻是心痛的，但每次使用都无比的开心。4. 便宜的东西，只有在购买的那一刻是在满足自己的购物欲，使用的时候每次都是折磨。5. 不要为了体现合群去买一些不太需要的东西。6. 不要看见同事和室友都买，你就也要买，多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件事。7. 不要有来都来了，总不能啥也不买吧的心态。时间篇，我们要善用自己的时间。无论上班族、学生族，或是为婚姻生活、为孩子奔波的妈妈们，总能听到他们说：哎，太忙了，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，也没时间去做自己的事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有川真由美在极简生活里跟我们分享了3个方法，让我们减掉不必要地方的时间浪费，拥有更高效的时间。第一点，杜绝浪费。很多人说时间不够用，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做没有太大意义的事上，花在偏离方向跑题的事上，以及花在解决充满负能量的问题上。比如，因为不注意保养身体，所以生病，又花时间、花金钱去医院看病上。所谓杜绝浪费，首先要求我们摒除不必要的资讯，比如社交网络上无关痛痒的聊天，很多时候是可以减少的。面对网络上的海量资讯，我们也可以给自己限定时间，每天只能浏览多久的网页。其次，我们还需要调整时间的用法，比如列一张待办事项清单，按照优先顺序的顺序完成每天工作生活事项，提高自己时间的密度。最后，我们把不会做的事交给专家或比你更擅长的人。第二点，调整流程，主要是指能在5分钟内解决的事情，就立刻动手去做，绝不拖延每天要做的事。要养成习惯，提前1天制定好每天要做事项的流程。还有，要巧妙利用碎片时间，比如可以在每天的10分钟闲置时间发个邮件，回复工作消息，收拾一下房间等等。积少成多，碎片时间也能做大事。最后，要目光放长远点，提前想好下一步做什么。3. 认真做好每一件事。可能我们有时工作生活会很忙，越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越是要保证自己的效率。首先，我们可以打造能让我们集中注意力的工作生活环境，让我们更高效利用时间的同时，也能做好一件事。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，极简生活的时间里的应用就是省略掉不必要耗费精力的时刻，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的同时，
能留出更多精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3. 人际篇，我们如何从容的生活？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有人际上的困惑，过分在意别人的眼光，让自己活得很累，很不开心。关于人际相处，有川真由美也给出了她的具体建议。首先，人与人之间相处，要多去关注对方的优点，而非是缺点。其次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并非越亲近越好，保持彼此舒服的距离感才是最好的。我们有时需要跟对方拉开距离，以免被对方讨厌。我们有时也需要和一个人走得更近一些，可以更好地喜欢上对方。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，是人际交往关键的部分。最后，我们需要珍惜眼前人，跟身边的人要保持联系，最起码做到事事有回应，收到对方的消息能立即回复。在对方帮助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及时表达自己的感谢，说出那句谢谢。偶尔在节假日、生日，也能给对方送一份小礼物，或者表达自己的祝福。总的来说，在《极简生活》这本书里，作者有川真由美对人际关系的建议主要是尊重对方，及时表达感谢。如果可以很好的相处，那就好好相处；如果很难做好朋友，那就尊重他人，亲疏随缘。极简生活对我们人际上的要求是，圈子可以小一点，但舒服最重要。还有，成年人相处还要以更豁达、更包容的心态去对待他人。在极简生活里写到这一段很让人感动的话：想做的事情，想吃的东西，想穿的衣服，想去的地方，想和他打交道的人，能够心灵上带来正能量的东西，就是你指路明灯。就算和别人有一点点不一样，只要按自己的步调走自己的路，生活就会从容而舒心。好的生活有时没有那么贵，物质生活极简舒服，丰富的内心世界，精神上的成长，脚踏实地的过好每一天，这样的生活也很美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或者所说的内容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会定期在 YouTube 上和大家分享自己关于财富思维、自我成长的知识。大家的支持对我来说就是前进的动力。谢谢。好不好不再重要，过去已过去，谁能够计较？所有问号既然没答案，不如把它变成最美的句号。从前的伤痕已经不会再疼，那是我的回忆里永远亮着的灯。我以为我们看见了永恒，原来只是过程。你没有责任，就把它当成写坏了的剧